好，欢迎回到我频道。很久没有拍片了哈。那因为车子啊刹车皮快没了，所以我们来换刹车皮。首先因为我们要换刹车皮的时候，为什么要换刹车皮？因为刹车皮用一段时间它会磨完嘛，磨完了以后你轮胎在转动就会有噪音，然后你的刹车就有可能会刹不住。好，那我们首先要换刹车皮的时候，最好是把整个卡钳拆下来啦，因为我们要清理的地方是很多。那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盖子打开，盖子打开了以后会有这个塞子，塞子要放好，然后我们用内六角先把这个放松，先把这一个插销放松。要不然如果你等一下卡钳拆下来以后，你要放松这个内六角会变得很困难。我在下一部影片会提到哈。好，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座把它拆掉。拆掉了以后，可以把刹车卡钳的这个固定螺丝拆掉。哇，这个很重啊，所以还是要拿其他的工具来拆。我的12号不知道跑去哪里。好，再试一次。拿这个体杆来拆哈。这样子拆掉，好，这样子拆掉。那其实这样子拆一拆，你整个卡钳就可以下来了。这个没有很难这个没有很难。一般来讲，如果各位去外面车行换刹车皮的时候，有可能车行他会帮你做的就是他会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去换刹车皮。那我们今天会教比较仔细一点的方法。当然我的方法不一定是好方法，但是我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注意以下的这几点，这样子你的车换刹车皮会比较确实啦。好，那我们这样子整个拆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的前轮的刹车皮其实是还有。那没关系，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我们还是因为后轮有换，所以前轮还是一样做更换那前轮大概只用了一半，不过没关系，我们既然买了就把它换掉。好，那当你这样子拆下来以后，其实你的刹车皮就可以拆掉。我们现在把这个插销拆掉。我另外一部影片会换后轮的刹车皮，因为后轮的刹车皮已经磨到底了。通常一般来讲，前轮的刹车皮会比较大块，那后轮的刹车皮会比较小块，所以加上我们速可达都会比较习惯常用后轮的刹车，然后去控制方向稳定车身所以后轮的刹车皮通常会比前轮的刹车皮还快没有。好，插销拆掉了以后，那我们的刹车皮就可以拿下来了。这样一个，一个，然后两个刹车皮在这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把你整个浮动卡钳座整个拆掉，像这样子，把浮动卡钳座整个分开。分开了以后会看到里面会涂专用的润滑油。这边为什么要有这个浮动卡钳座？就是要让我们单向的卡钳活塞往这边压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刹车皮也可以这样子压。这样子达成刹车的功用。
啊，如果没有任何的锈蚀或损伤的话，基本上这个是可以不用做清洁的。好，然后我们可以把活塞做个清洁。首先我们先来压一下。这个在我以前的影片有讲过。先来压一下我们的刹车把手。那压刹车把手的时候，活塞就可以跑出来。这样压。你刹车把手压的时候，活塞它就会跑出来。那不用跑太多，我们最主要是要把活塞清干净。其实这个你用牙刷啊、布啊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清干净了。除非你的车子已经很老了，不然的话，通常这个活塞的边缘啊要清干净，其实并不难。那你也可以搭配一些，像你在虾皮啊、拍卖上面买的那个刹车清洁剂，然后尽量把活塞清干净。尽量把活塞清干净，这样它退回去的时候，脏东西比较不会跑到里面去。因为我们换新的刹车皮是必须把活塞退回去的。好，那你会说，老板，我活塞弄不到的地方怎么办？其实你可以用800号或1000号的砂纸啊，然后把这些地方把它磨干净。用这个方向去磨。把卡钳磨干净啊，把活塞磨干净。那上面这个脏的啊，多多少少这样清干净了以后，你活塞压回去比较不会损坏到有土封。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活塞为什么会有这些脏东西出来？因为材质的问题。一般来讲，125的速可达、100cc 的速可达、150cc 的国产这些速可达，它本身活塞配的都没有那种类似什么钛合金啊，或是什么奇怪的合金，它就是用一般的金属活塞。所以活塞是会生锈的。我们会洗车啊，然后洗车的时候，活塞的这一圈亮晶晶的这一圈就有可能会生锈。那车子还是要常骑啊，常骑比较不会生锈。那洗车的时候用力去冲这边没有关系，就尽量把一些铁屑粉末脏东西啊，尽量把它清干净。尽量把它清干净。那这些地方啊，尽量把它清干净。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工具啊，类似这种工具有没有？稍微去动个手脚，可以把活塞做个旋转。稍微把活塞做个旋转，那把这些底下这些脏的啊转起来。尽量把它清干净。刚刚做的那个动作有没有看到？我们再做一次。这样子抵住，然后从下面这样子旋转。把那一些清不干净那一面把它转过来清干净。清干净。这样子活塞就亮晶晶。好，那当你这个地方把它清干净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用手将活塞把它退回去。这个导片的位置，我就把它装好。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用手把活塞退回去的。
如果你有定时在换刹车油，如果你的刹车油是干净的，里面没有奇怪的脏东西，其实我们用手就是可以把活塞推回去。好，这样懂不懂？那这边可以清的地方，我们就尽量把它清干净，这样你整个刹车在操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就会比较顺畅。好，这样懂不懂？好，然后像在这个浮动销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少许的上一点油，让浮动销不要卡住，然后就可以把浮动销的座这样子把它装回去。好，确认你的浮动卡钳座这样子运作正常了以后，还有一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地方也要清干净。这个地方是刹车片的导槽导槽的部分也要清干净。这个金属导槽的用意是干嘛？导槽的用意就是让刹车片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这样子跑。那如果你没有清干净的话，它就会卡住。好，那我们的刹车片呢，其实它在这些地方都会做一个凸点就是当你刹车皮已经磨到跟凸点一样平的时候，它这个凸点就会先跟刹车盘摩擦。当你在牵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摩擦声音出来，那就表示你刹车片该换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回去。确认它这个浮动销都可以正常的这样子活动，那刹车皮就可以装回去了。好，那我们就把刹车皮2个这样子把它装回去。这样看懂不懂？好，当刹车皮装回去了以后，这个卡槽插销这个要对好，这个要对好。那我们可以利用插销，一边可以先装一边，重来一下。那这个是刹车的这个刹车皮的弹片。好，这样子，这样子进去了以后，可以用插销先把其中一个刹车皮固定好。好，插销先把其中一个刹车皮固定好，然后再装第2个刹车皮。这样子下去了以后，插销再把它插进去。插进去大家会吧？就这样插进去。不要跟我讲插进去你不会。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6角的插销，内6角的插销这边固定好。其实换刹车皮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构造是怎么样，你才有办法去换。插销固定好了以后，再把盖子，盖回去。再把这个盖子这样子盖回去。各位可能会觉得我讲话的声音比较小声，因为这个是社区里面，工作室已经没有工作室了，所以这个是社区里面，我们在社区里面讲话也不要太大声。好，然后我们把刹车皮的位置调整好了以后，露出这个宽度，就可以把它装到卡钳上面去了，卡钳座上面去了，这样子。
这样子把它装回去。我把它调整好，再把它装回去。这样看懂不懂？没有很难哦，没有很难。这个就是没有调整好。我们把它相对的位置调整好了以后，因为漏气。好，这样子。好，有没有？好，这样子把它装回去。那你的整个刹车卡钳就清洁完了，然后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固定回去了。然后锁上我们的固定螺丝。这样其实自己 DIY 换刹车片其实不难哦，其实不难。重要的是，如果你没有做过，你会不知道怎么做，会造成害怕。其实大家看老板的频道这样子看一看他整个实作这样子你多看几次，其实你就不会害怕，有没有？这个其实不难不难，多看几次你就不会害怕。那我之前有讲过，扭力要怎么锁，大家就都有大家的方式。有的人会去买扭力扳手，那个都无所谓。重点是你经验要够，你才能知道说刹车皮更换这个螺丝要怎么锁。你如果经验不够的话，多做几次就够了。好，那这样子完工了。好，完工的最后我们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刹车拉杆多压几下，因为现在它是很松的状态，刹车拉杆多压几下，让你的活塞整个跑出来。压到有阻力的感觉，那就是你的刹车皮卡钳已经整个就定位了。那你可以顺便检查一下你的轮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有没有扣扣的声音，或是旋转的时候有没有卡卡的声音。如果有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轴承坏掉。这样就完成了。有没有很简单？好，一样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广告看完，拜拜。其实这个刹车皮还可以用。那刚刚有一个东西忘了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隔热导片。其实这个隔热导片它是必须要装回去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刹车皮这样摩擦的时候，摩擦了以后，它的热量会从这边传到这边，直接传到活塞上面。那如果你隔热导片你没有装回去的话，它的热量会传得很快。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装回去的。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蛮重要的厂商为什么必须要做这一组隔热导片在这边？原因就是说它很重要，它要让你的整个刹车耐热的程度更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隔热导片拆下来。我们大家在换刹车皮的时候，很多人包括店家都会忘了把隔热导片装回去，包括我也是一样。所以隔热导片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装回去，一定要装回去。好，那所以我们就重来。这个影片我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隔热导片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在这边特别做强调。
如果你隔热导片没有装，会发生什么事？通常我们车子在跑上下坡的时候，刹车皮使用的那个频率是最高的。那你隔热导片如果没有装的话，你的刹车会比较容易过热。这是重点，会比较容易过热。比较容易过热会产生什么情形？会比较容易有刹车刹不住的情形。刚刚这样子一串的流程下来的话，大家都会拆装了吧？那我们就重新再拆装一次。为什么要做2次？原因就是在这里，要充分的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很重要。顺便一个影片看2次以后，你对这个影片的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刻，你就比较不会犯错。有很多人换了改装的刹车皮，换了以后没有把原厂的隔热导片装回去，造成他刹车换完以后，反而它的耐热力会降低。这是重点，重中之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隔热导片一定要装回去，一定要装回去。然后我们装回去之前，我们可以先把活塞退回去。那你们会觉得说，老板，你为什么你最近拍影片的音调跟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我现在在社区里面拍。在社区里面拍的话，尽量不要去打扰到别人，所以讲话的声音会比较小声。这个隔热导片非常的重要。我再讲一次，当你刹车片在碟盘上面摩擦的时候，它的热量从这边发热了以后，会传到这个，传到这边，再传来这边，然后隔热导片把它挡住了以后，热量传到活塞的速度跟热度就会比较小一点，可以尽量让你的刹车油保持比较低温的状态，刹车油比较不会过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们一定要记起来。所以为什么隔热导片这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一定要装。如果你换新的刹车皮，非原厂的，没有附隔热导片，你一定要把原本的这个隔热导片装回去。一定要把它装回去，切记一定要把它装回去。那有活塞的这一边，我们一样，把它拆下来。这个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装回去。我不只讲2、3次，我讲10次也没关系，一定要装回去，一定要装回去。有的车行会直接把这个丢掉，千万不要丢。丢了以后，你的刹车耐热效果会减低。相信我，隔热导片一定要装回去。因为你看，热量通过这里传到这里，然后传到隔热导片，再传到活塞。如果你把这个导片拿掉了以后，热量会直接进到活塞里面，也会直接影响到你刹车油的耐热性。所以隔热导片一定要装回去，切记一定要装回去。这样懂不懂？不要不懂啦，故意装不懂，对不对？不要故意不懂，这很重要。这涉及到驾驶的安全，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切记。隔热导片一定要装回去，然后再把刹车皮这样好好的把它装回去，这样懂不懂？这个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绝对不能忽视隔热导片的功用。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然后盖子盖起来，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听进去。盖子盖起来，然后把刹车碟盘的空间腾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卡钳装回卡钳座，这样子。好，
那我们就把卡钳这样子装回去，这样懂不懂？哦，所以这个我做了2次哦，大家一定要记起来。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不能马虎，一定要记起来。有时候吼，像这种小东西吼，你去忽略了它，其实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这个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你是要自己 DIY， 千万不要慌张，不要乱，把流程看清楚。我的影片不用钱，你看个2、3次、10次都20次、20次都没有关系。哦，一定要把正确的观念，把它好好的学起来、记起来。哦，老板花时间拍了这么多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把握这些技巧。我的螺丝卖不去，像这螺丝如果没有好好放就会不见。哎呀，螺丝嘞，干，螺丝真的不见了，天哪，不知道掉去哪里，然后又一刀未剪，又好算了，先把卡钳固定螺丝锁好。螺丝不见就要升级成白铁螺丝，是这样吗？哎呀，哎呀，有时候螺丝不见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好吧，那我要去找螺丝了。一样，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螺丝不见了，好吧？结果是在这里，靠北就在这里。好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老板的频道哦，尤其是频道会员，希望大家可以加入频道会员，让老板可以有一点资源资金了。好了，就这样了，全部都弄好了。哦，换刹车皮要领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清楚？学起来哦，拜拜。